Samsung 近年非常積極發展佢哋嘅霧面防反光屏幕電視，由早年嘅 The Frame 去到今年唔少高階型號嘅電視機都一樣用咗呢個設計，就可以睇到Samsung 對呢種技術嘅信心啦。而今次嘅評測主角 S95F OLED TV 當然亦係霧面防反光屏幕電視嘅一份子。究竟咁嘅設計出嚟嘅畫面表現會係點呢？即刻帶大家開燈熄燈，全方位咁睇盡佢啦！大家好，我係魏，歡迎嚟到 Feversun.com。咁喺正式開始今日嘅 review 之前，提提大家，如果想接收最新嘅影音資訊、產品評測或者教學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哋 Feversun.com 嘅 YouTube channel，follow 我哋 IG 同 like 我哋 Facebook， 有最新嘅影音資訊會啲 social 會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就記得 CLS、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因為呢3部曲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多人睇。唔該晒大家先。好啦，咁今日同大家試玩就係 Samsung 2025年嘅旗艦 OLED TV， 就我身邊呢一部啦 S95F 啊。咁但係究竟今年 Samsung 嘅電視機嘅成個佈陣上邊會同之前有啲咩唔同呢？咁而家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先。今年嘅 Samsung 電視機可以話係全力壓住落佢哋嘅防反光霧面設計。咁講起呢一個設計其實早幾年我有一次去一個朋友屋企而佢亦都正係用緊防反光呢一個霧面設計嘅 The Frame 啊。咁當刻喺一個真實嘅家居環境睇到呢一部電視嗰陣其實真心覺得夾一個簡約家居嘅 design 係一個好正嘅設計嚟㗎。我自己都相信Samsung 呢一幾年嘅銷售數據亦一定反映咗佢呢一種設計係大受市場歡迎嘅。咁因此今年無論係 Neo QLED TV 又好啦，定係我哋今次實試嘅 OLED TV 都好佢哋都有唔少系列係用咗呢個霧面嘅設計嘅，甚至係將佢放喺旗艦產品上面，足證佢哋對呢一個設計有幾大嘅信心啊！咁究竟有邊幾款係用緊霧面設計呢？咁先講 Neo QLED TV 啦，最高階嘅 8K 型號 QN990F、QN98F 同埋 4K 嘅旗艦型號 QN90F 都會有呢一種防反光嘅設計嘅。而今次嘅評測主角 4K OLED TV S95F 就係Samsung OLED TV 2025年最高階定位嘅產品，亦都係唯一一款 OLED TV 加入呢個霧面嘅設計啊！咁值得一提嘅係Samsung 今年喺 OLED TV 上邊亦都會更加進取啊！中階型號 S90F 就會提供較細嘅尺寸42寸同埋48寸嘅選擇，再加埋55、65、77同埋83寸，就令到佢成為最多尺寸選擇嘅系列啦。而 S85F 就將會主攻呢個相宜價格大尺寸嘅定位，提供55寸、65寸、77寸同埋83寸嘅型號。而喺機能方面Samsung S95F 就將會繼續採用QD OLED 量子點面板，搭載 NQ4 AI Gen 3嘅處理器，配備128個 AI NPU 嘅神經網絡。對比翻入門級型號 S85F 嘅 NQ4 AI Gen 2處理器，NPU、GPU 同埋 CPU 都分別會快咗2倍、2.1倍同埋17%，令到佢做呢個 4K AI Upscaling 嗰陣就可以做得更加理想啦。而分析每個場景做呢個 Dynamic Tone Mapping 嗰陣就可以有更理想嘅亮度提升效果，亦都令到 S95F 嘅亮度比起上一代嘅 S95D 再高出咗30%啊！仲可以做到最高 4K 165Hz VRR 嘅影像信號輸出。而去到 AI 功能方面正如今年年初嘅 CES 公佈 ，Samsung 喺今年嘅電視機就將會升級植入 Samsung Vision AI 呢個功能可以直接喺電視機上邊使用 Bixby 呢一個人工智能語音助手，而 AI 智能強化模式亦都可以作微調令到聲畫表現可以更加貼近唔同用家嘅口味。至於 Tizen OS 嘅智能電視作業系統除咗將會保證提供7年免費系統升級之外亦都會改用One UI Tizen 呢一個操作界面。先就講下佢呢一個無反光霧面嘅設計，究竟對於畫面以至你實際使用嗰陣有啲咩嘅好處啦。
呢一個霧面嘅設計的確係咧，無論個室內嘅光線，以至係咧真係有一個比較強嘅外來光，例如你係個電視機擺喺你窗邊，咁你喺一個中午嘅時分去睇呢一部電視，都唔會受到呢一個光線影響咗個畫面嘅呈現啊！特別係啦，呢一部電視機咧，根據外國嘅傳媒去揾翻一啲資料啦，佢咧亦都係一個咧喺個峰值亮度上邊啦達到4000 nits 嘅一部 QD OLED TV 嚟嘅，咁所以咧受惠咗佢高亮度嘅表現，同埋咧呢個無反光霧面嘅設計咧，都令到佢啦，無論係有一個好強嘅室內光啦，又或者係熄晒燈咁樣去睇電視嘅時候咧，都有一個足夠嘅清晰度可以呈現到佢嘅畫面嘅。咁另外啦，呢一個霧面嘅防反光設計啦，喺實際嘅使用環境之下咧，就算現場開咗燈，又或者好似而家啦，我哋有好強嘅影樓燈去照射嘅時候都好啦，都唔會咧反射到電視機而家對住啦嗰啲嘅物件嘅。例如你坐喺張梳化上邊去睇呢一個電視，然後你開晒燈咁樣都好，個電視機啦都唔會反映翻你嘅影像喺個電視上邊。又或者啦，你個梳化唔係貼牆擺，而係你會有啲櫃，又或者有啲家私喺你嘅梳化後邊。呢一個霧面無反光嘅設計啦，亦都可以咧令到呢啲物件唔會呈現咗喺電視機上邊，而影響咗你睇電視內容嗰個觀感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我覺得咧佢呢一個設計其實都係佢最大嘅好處嚟嘅。好，咁之後畫面表現究竟實際係點呢？咁亦都啱啱有提及過，佢喺峰值亮度有一個好大嘅提升，所有同類嘅產品裏邊，佢嘅峰值亮度咧，亦都係最高嘅水平啦。亦都因為呢一樣嘢啦，其實咧佢嗰個畫面嘅光度咧，絕對係非常足夠嘅。無論係你播緊一啲 SDR 又好，HDR10 Plus 或者 HLG 嘅內容都好啦，其實只要個畫面上邊有一啲強光，例如你欣賞一啲畫面，其實身處喺一個機場裏邊。咁又有好強嘅陽光射入去，咁咧呢一個陽光感同埋嗰個光線嘅稍為有少少刺眼感咧，其實喺呢一部 OLED TV 上邊啦，完全可以表現到出嚟嘅。咁亦都因為咧呢一個亮度嘅提升啦，亦都令到呢一個畫面嗰個活生感，又或者咧成個顏色帶出嚟嗰個立體感同埋個鮮豔度咧，仍然係可以咧保留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啊！但係咧都係要講嗰一句啦，一定係咧要熄咗燈嘅情況之下去欣賞咧，先可以咧完全將 S95F 嘅實力咧表達到出嚟嘅。咁而顏色上邊啦，以往咧我會覺得 Samsung 嘅 OLED 電視又好 ，QLED TV 都好啦，其實佢嗰個顏色上邊咧係有時會略帶咗一啲熒光感嘅。咁咧就係一個好鮮豔奪目、好搶眼嘅顏色表現。但係咧長時間欣賞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會略有少少誇張嘅感覺嘅。咁但係咧今次嚟到 S95F， 如果你用緊 Filmic Mode 去欣賞嘅時候咧，我覺得個顏色嘅準確度同埋豔麗度咧可以俾到你。以往見到嘅熒光感咧，喺呢一部機咧就完全可以話一掃而空啦。所以咧喺今次呢一部電視機整體嚟講啦，我覺得佢嘅畫面表現咧係我中意嘅一個效果嚟嘅。咁特別啦，睇緊一啲足球嘅比賽啊，又或者一啲煙花嘅 YouTube 片段都好啦，顏色嘅分明度同埋咧特別係綠色草地嗰個真實感咧，其實都係比以往有一個好大嘅改善。我覺得呢個咧係非常之值得一讚嘅。咁然後咧喺暗位嘅層次同埋黑位嘅紮實度啦，只要你都係啦，你熄咗燈之後咧，其實呢兩方面咧，亦都係同以往我睇過嘅 OLED TV 咧係絕對處於同一個嘅高水平嘅。咁另外有一點我都想讚佢嘅咧，就係咧佢成個畫面嗰個穩定度同埋嗰個雜訊嘅抑制度咧，亦都比起以往真係有一個進步咗嘅，係令到嗰個畫面除咗立體感強咗、通透感強咗之外咧，嗰個線條嘅紮實感咧，亦都係比起以往咧有一個幾明顯嘅提升，特別係睇緊一啲 4K 嘅內容啦，你會覺得散景上邊咧，亦都真係少咗 noise， 乾淨咗。呢一個咧都係我試完之後咧，其中一個咧好大嘅印象嚟啊！
值得一提咧，就係咧 Netflix 呢一個串流平台咧，繼呢個 Apple TV Plus 之後啦，另外一個串流平台咧喺早前咧就正式啦支援咗 HDR10 Plus 嘅內容嘅顯示啊。雖然咧就唔係全部嘅 HDR 嘅內容啦都會用 HDR10 Plus 去顯示啊，咁但係咧片庫嘅豐富度咧已經係非常之多啊，特別係一啲大嘅 Netflix 嘅自家嘅製作咧，都已經好多係提供咗 HDR10 Plus。咁呢一個我覺得咧，對於嗰個畫面嘅提升都幾大，因為咧我喺呢一部 S95F 同時間有睇過 Netflix 同一個內容 HDR10 Plus 同 HDR10 嗰個表現咧，其實 HDR10 Plus 咧喺嗰個光暗嘅對比同埋整體嗰個動態範圍寬闊嘅程度咧，其實 HDR10 Plus 咧係完勝咗 HDR10 嘅。咁所以咧，以往可能睇 Netflix 嘅時候，你係未可以有一個最完美嘅發揮，但係嚟到今年嘅 S95F 又或者一啲兼容嘅型號啦，去睇呢個 Netflix 嘅平台咧，我覺得咧已經係咧同其他支援另外一種 Dynamic HDR 格式嘅電視機咧，已經可以係有一個非常之接近，可以咧睇齊嘅效果啦。咁我亦都期待啦，其他嘅串流平台可能咧都可以跟住 Apple TV Plus 啊同埋呢個 Netflix 嘅步伐去支援埋呢個 HDR10 Plus 咧。對於 Samsung 電視機嘅用家嚟講咧，就應該係會更加之開心嘅一個消息啦。我非常之期待咧有呢一日嘅出現啦。咁今年啦 ，Samsung S95F 亦都會同佢哋好多款嘅電視機嘅型號一樣咧，稱呼自己啦叫做 Visual AI 嘅電視啊。咁但係咧，究竟 Visual AI 喺呢一部電視上邊有啲咩嘅發揮咧？咁啊，最主要啦，除咗同上年一樣，佢喺真線、畫面同埋聲音上邊啦，都可以透過 AI 嘅功能咧，做一個自動嘅優化之外咧，咁今年啦喺 AI 功能上邊呢一個 S95F 啦，都會有啲唔同咗嘅，例如啦 S95F 亦都會繼續加入一個 AI Mode 嘅模式啦。咁呢一個模式咧，其實係會透過 AI 嘅人工智能嘅提升咧，去直接將佢嘅聲音同畫面咧，同時間用一個 AI 嘅方式去增強咗。上一年啦，其實已經加入咗 AI Mode 呢一個模式嘅，但係咧，如果有留意我上年做 Samsung 電視嘅 review 嘅時候咧，我係冇特別去提及呢一樣嘢，因為咧我自己覺得上一年佢嗰個 AI Mode 咧 enhancement 咧其實係比較誇張嘅，咁但係咧今年就相對上咧係真係可以貼近翻一個咧好多用戶會中意嘅效果啊！咁同時間咧呢個 AI Mode 咧亦加入咗一個個人化嘅選項啦，令到你咧可以啦針對翻你自己個人喜好啦，去調校翻咧呢啲 AI 模式嘅強化，究竟有冇啲地方你其實未必需要去到咁盡咧？咁啊今年咧就有呢一個咁嘅彈性俾你去調校翻嘅。咁例如畫面嘅銳利度啊、光度啊、顏色你做唔做 enhancement 可以做幾多啊？咁等等嘅地方咧，其實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個人化嘅設定咧，去俾你去微調翻嘅。唯一咧就係嗰個白平衡上邊咧，暫時呢次嘅 AI Mode 都仍然係強制咧，唔俾你去調校翻。咁所以咧，其實開咗 AI Mode 嘅時候咧，你仍然會發現呢一個 S95F 嗰個畫面表現咧，white balance 上邊啦，會係相對冷色少少嘅，特別係你對比翻 Filmic Mode 嘅時候 ，AI Mode 咧佢嗰個畫面嘅冷色調係會明顯咗嘅，但係咧佢嗰個光度同埋整體個 Dynamic Range 咧就冇以往去推到咁盡啦。我自己咧就覺得咧係一個可以咧貼近翻業界畫面嗰個要求，但係咧又未去到好誇張嘅一個 enhancement 嚟嘅。但係咧喺個畫面嘅細節嘅豐富度啊，個 Dynamic Range 啊，個光度啊，都會咧比起你用 Filmic Mode 時咧有一啲強化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呢個 AI Mode 適合啲乜嘢，我會覺得咧，如果你係睇緊一啲 Full HD 嘅內容，或者係睇緊一啲本地電視台嘅劇集，或者係一啲直播嘅足球賽事、運動賽事嘅時候咧，開呢一個 AI Mode 啦，對於畫面嗰個 enhancement 咧，其實就都幾明顯嘅。咁我都幾建議大家可以喺呢啲位置度去開啟。另外咧，如果你用緊咧指定型號嘅 Samsung Galaxy Watch 嘅話啦，你亦都可以咧用一個手勢嘅操控咧去操控咧呢一部 S95F， 咁成個智能生活嘅感覺啦就更加之強啦。咁然後啦喺智能電話裏邊啦裝咗 SmartThings 呢個 app 啦，再將佢咧連接到同電視機同一個網絡之後咧，你就可以用你個智能電話啦 control 到呢一部 S95F 嘅。
咁啊，除咗有唔同嘅 App 嘅快速連結同埋呢個加減音量啊、轉頻道之外咧，咁呢個 App 咧仲可以咧做到一個指標嘅操控啦。咁咧就好似而家畫面上邊咧見到呢一個咁樣嘅使用嘅情況啦。咁當然啦，你亦都可以用翻傳統嘅十字鍵，即係類似翻實體遙控嗰個 control 啦。亦都有啦顏色鍵啊同埋數字鍵呢啲俾你去選擇使用。咁所以咧用 SmartThings Control 呢個 App 啦，其實佢嗰個遙控嘅功能咧係甚至會比咧實體遙控更加完整同埋更加之多元化㗎。咁但係咧，至於呢部電視究竟有冇啲可以進步或者改善嘅空間啦？雖然啦，今年咧其實就用咗一個叫做 One UI Tizen 嘅界面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成個操作界面變咗咧，有啲類似喺電話上邊見到，唔會成個畫面就變咗一個設定畫面，而係咧喺細細格有一個直立式嘅 menu 喺呢度 pop up 咗出嚟，俾你咧做唔同嘅設定。咁呢一個咧其實已經一個幾進步同埋好用咗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咧 Samsung 嘅太陽能遙控器啦，仍然係冇一啲Quick Key 係做一啲 information 啊，又或者要入一啲再細微啲嘅畫面 setting 嘅時候咧，佢唔可以透過撳住啲掣，又或者有啲 Quick Key 可以跳到入去。咁你每一個 setting 啦，你都可能要撳比較多嘅按鍵先可以去到。咁我自己覺得呢一方面啦，希望未來可以改善。呢一個啦係我少少要挑剔嘅地方啦。咁然後咧，呢一個 Samsung 今年壓住咗喺所有高階嘅電視裏邊嘅霧面防反光嘅設計啦，究竟可唔可以滿足到消費者咧？其實都幾針對唔同嘅消費者嗰個用戶群嘅需要嘅。咁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啦，如果對於呢一部電視機有興趣嘅朋友咧，都不妨咧可以喺唔同嘅連鎖店裏邊咧，親身去睇下佢嗰個畫面同埋佢嗰個霧面防反光嘅實際效果係點，然後咧再做決定啦。好啦，咁啊，而家同大家咧講下 Samsung 呢一部 S95F 啦，嗰個 UI 同之前有啲咩唔同咗先。咁喺講 UI 之前咧，先講下個遙控先。嗱，咁遙控器上邊咧就冇變嘅，咁你都係見到啦，有 Netflix 啊、YouTube 啊、Prime Video 呢啲嘅快速鍵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個實體嘅按鍵同埋啲上下左右呢啲咁嘅掣喺晒呢度噶啦。咁同埋咧，近年都係噶啦 ，Samsung 咧遙控器係支援呢個太陽能充電，甚至係咧其實你用普通嘅燈咧，其實都可以幫到呢一個遙控器做充電，係非常好嘅設計嚟啊！好，之後就講 UI 啦，咁啊首頁呢一度咧，你就可以見到其實都同之前嘅分別就唔係好大嘅呢一 part。咁啊，所有主流嘅串流平台嘅 App 可以裝到啦，每一個 App 嘅一啲播放嘅記錄啊，又或者佢推介嘅影片俾你直接撳入去睇嘅。咁而 Ambience 呢一個啦，就係你當你唔睇一啲電視節目啊，又或者劇集啊，又或者電影嘅時候咧，你可以撳入去之後咧，選擇一啲界面，再選擇啦其中一個選項嘅時候咧，咁咧就係一啲咧比較舒緩心情啊，又或者係一啲比較靚嘅一啲 screen saver 咁嘅東西啦。咁而有 Daily Plus 呢一度啦，就會整合咗一啲 SmartThings 嘅 app 啦，同埋一啲智能家居、卡拉 OK， 甚至係一啲運動嘅 app 喺晒呢一度啦。好，咁之後咧，其實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喺呢一度啦。如果要揾一啲 DLNA 或者 UPnP 嘅 server 嘅時候，即係以連接裝置呢一個位啦，其實咧，佢就變咗咁樣嘅界面嘅。咁之前咧係一個橫向式喺個底嘅顯示，咁而家咧就整合咗喺個畫面嘅左方嘅，比較簡約，同埋咧可以同時間睇翻你播緊嘅內容咧。咁其實呢個設計咧係更加方便㗎。嗱，咁之後咧設定呢一度啦，亦都會用咗一個咁樣嘅擺咗喺左邊嘅一個簡約嘅設計啦。咁啊音效模式你就可以有啲快速鍵可以撳到啦，亦都其實喺調校光度啊、對比度呢啲設定上邊咧，亦都會擺晒喺個左邊呢一個位就已經做到噶啦。甚至係你轉換一啲圖像模式，即係畫面模式啦，同埋開唔開呢個 AI 模式啦，咁都可以喺呢一度全部撳到晒。使用上邊咧係幾唔同咗，同埋簡化咗嘅。咁然後咧，你撳遙控器上邊 set up 呢個掣咧，亦都可以好快速咁樣咧入翻去你呢一個設定選單上邊嘅。咁再去睇下所有設定同之前有咩唔同咗啊？咁你都真係啦，完全係擺晒喺左邊呢一個 menu 呢一度嘅。咁然後音效上邊啦，其實同以往分別唔大，亦都繼續會支援咧 Q Symphony 呢一個同步發聲嘅功能啦。咁然後亦都可以對應到 EARC 啦，可以支援到 Dolby Atmos啦。咁然後音效模式上邊咧，亦都有標準同埋擴音嘅模式，咁就可以咧類似有一個模擬嘅 surround 嘅效果啦。咁然後呢部機咧，亦都會繼續支援呢個 AirPlay 嘅功能啦。
係啦，咁然後 AI 自練模式咧，仲可以分為咧一般嘅場景、電影嘅場景同埋運動賽事嘅場景，咁照顧到你咧播放唔同內容嗰時咧有唔同嘅需要啦。咁我覺得咧呢一個自練模式咧，今年係更加之實用嘅。咁有咧音效上邊咧，亦都有咧而家畫面上邊呢3個嘅 AI 功能啦。咁有啦，作為 OLED TV 啦，所以咧喺個面板保護上邊咧，亦都有相關嘅設定嘅。咁另外啦，今年嘅 SmartThings App 啦，亦都咧有一個界面以至功能上邊嘅提升嘅。咁首先啦，你就可以喺首頁嗰度啦見到，如果你已經有一啲 Samsung 自己嘅智能裝置嘅話咧，係可以喺呢一度啦就操控翻呢一個響鈴嘅功能嘅。咁咧就可以即時透過電視啦去揾翻呢一啲智能嘅裝置啦。咁另外亦都繼續可以掌握到呢一部機嗰個耗能嘅狀態啦。咁另外啦 ，SmartThings App 啦，亦都咧可以支援到呢個 Meta 嘅協定啊，所以咧連接咗 Philips Hue 呢一啲智能燈嘅時候咧，就直接可以喺電視上邊咧做一個開關操控啦。咁另外咧喺裝置呢一個位啦，亦都可以見到晒啦，連接緊同一個網絡嘅所有 Samsung SmartThings 嘅智能裝置，包括咗電視機。例如我哋而家公司啦就有2部嘅 Samsung 電視啦，咁你就可以喺呢一度做開關嘅操控啦。咁而且其實同呢2年嘅 Samsung 電視都一樣噶啦，佢咧已經可以成為咗 SmartThings 嘅 Hub，去操控晒啦所有智能家居嘅裝置。然後咧，今年咧亦都仲會加入咗咧一啲叫做 Routine 嘅日常行程啦。咁透過喺個電視機掃翻呢個 QR code 嗰度啦，你就可以喺翻智能裝置嘅 SmartThings App 裏邊咧，去設定翻呢啲相關嘅 Routine 嘅行程啦。咁同埋咧，其實亦都可以咧透過打開咗電視機嘅音效感應器同埋光感應器咧，去設定翻啦成個智能家居嘅一啲功能嘅。例如音效感應器，當佢咧個電視機感應到例如狗吠聲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透過翻你嘅 SmartThings 嘅 App 咧，去掌握翻你而家隻狗仔究竟有啲咩事發生。有光感應器啦，亦都可以咧感應翻你而家個環境嗰個光線，再去做翻一啲調校，甚至係咧一啲去點明啊，咁樣都可以喺呢度做到啦。好啦，咁啊，今次 Samsung S90F 呢一部旗艦 OLED TV 嘅 review 咧，就大致上講到呢一度啦。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comment、訂閱 channel、撳訂閱。咁就之後咧，撳埋右邊嘅鐘仔，我哋有新片咧就會通知大家噶啦。好啦，咁緊接啦，除咗 S90F 之外啦，我哋咧嚟緊都會即刻咧接手就係做咧 Samsung 佢哋最新推出嘅旗艦三巴呢個 Q990F 啊。咁對於呢一個三巴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繼續留意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今日咧大致上講到呢一度啦，下條片再見，拜拜。